点我念赢了，同学们了，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的清场真相。我在不止一篇文章里头说过，我们中华文明从来都不是一个求真的文明。也许可以这么说吧，除了西方文明之外，其他的文明都差不多，都不重视求真。原因当然很多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求真要想有效果，必须要靠科学方法。逻辑是科学方法的核心。只有西方文明有系统的、严密的形式逻辑，其他文明都没有。不是说其他文明都没有逻辑思维，我是说没有系统的、严密的形式逻辑。其他文明都是所谓逻辑思维是叫做自然逻辑，就是从小在这个生活实践当中发展出的这个逻辑体系、逻辑方法。所以呢，非西方文明想要求真也做不到。余英时先生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中华传统一言以蔽之，叫做特重知识与道德。不过他说的不是法家不是秦政，不是商鞅，是儒家。儒家的修齐治平，每个人从自己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做起，这些功夫做好之后，才谈得到关心政治、治国平天下。到了阶级斗争一抓就领以后的中国人就完全变调了，人人都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专门去审判别人，从不检讨自己，永远不认错。理由很简单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怎么可能错呢？认了错就成了阶级敌人了吗？现在这一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义，就连共产党都不好意思讲。在西方国家，正统马克思主义现在变成了非正统的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新马克思主义，还有文化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被他们偷换成了种族斗争、性别斗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斗争，必定还是黑白敌我二分，选边站，然后和另一边做决死战。就像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所说的，在强与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当然就是指永远站在穷人和弱者一边，不问真相，不分青红皂白，弱者和穷人永远是对的、善的、好的，集一切天使美德于一身。所以站在弱者和穷人一边是最崇高的道德品质。真善美什么好东西全都有了，不需要思考和论证，不需要提出任何的理由，这就叫政治正确。简单粗暴之极，特别适合灌输给头脑简单的无知穷人。罗素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里头批评柏拉图说他不诚实。他说柏拉图一类道德感情过分强烈的人，往往是先有了确定不移的价值标准，有了不可更改的定见，然后再去设法为这个先入之见搜集片面的有力证据，甚至索性转过身去，自觉或不自觉地闭上眼睛，不看残酷的事实真相。让我从头说起从头说起，我也只能从半截说起，就5月28号星期天早晨8点多钟，王军涛往我家里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去中国文化书院开会。什么会他照例不说。等我到了人大附中旁边的文化书院，已经将近中午12点了。到那儿之后才知道，原来是首都各界爱国为县联席会议，在那儿开会，每天都在那儿开会。
一屋子的人正在吃午餐，军涛在主持会议，在座的还有包遵信、王丹、吴尔开西、刘刚、郑地、陈小平，一共不到20个人。最让我吃惊的是，居然还有刘晓波。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进来的，我总觉得他是从来不加入任何帮伙的，比我还要彻底。不知怎么也被拉了进来。后来我想通了，就是5月13号那天晚上，严明复和学生代表的座谈会上，我把他们撮合到一起的。会场上的人反复讨论，说的就是一件事儿，要整顿广场秩序。我听他们说，广场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破烂市，盗贼横行无阻。据说学生纠察队有一次抓住一个小偷，从他身上搜出40多个钱包，都是在广场上偷的。他们说学生当中有赌钱的，还有男男女女混居的。刘刚说就差没生孩子了，再不整顿就把大家的脸全都丢尽了。我当时心想，你整顿个鬼吧，学生大爷们可不是你能整顿得了的。我早看出来了，他们是非等到军队来整顿才算了事，必定是这么个结局，一点都不会错。刘晓波终于听得不耐烦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你们说了这么多，讨论个没完没了，我看呀，一点用也没有啊！军涛不死心，还要再试。”小波就把我拉到旁边的一间空屋子里头，说他觉得这会太没劲儿了，不想再来了，劝我也别来了。第二天是5月29号。联席会议接着开会，我是要上班的，不能当职业革命家。在公司上了半天的班，将近开午饭的时候，我去跟总裁万仁南聊了聊，告诉他联席会议的事儿。他嘱咐我小心，别卷进去太深，了解些情况就算了。公司中午有将近1-2个小时的午饭时间，我只能在这段时间里抽空去听一听。就在这天，就是5月29号的会上，刘晓波说他已经下了决心要去广场绝食。就在那2天，广场指挥部在学生中间搞了一次民意调查，撤还是不撤？结果是40%同意马上撤，60%认为等待合适契机再撤比较好。至于广场秩序，又整顿了一天，依然如故，毫无起色。小波说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再空谈下去，还不如全都回家睡觉。他说他决心去广场绝食，抗议戒严令。他说我差不多一直在广场上待着，戒严令发布之前，那些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天天都往广场上跑，戒严令一发布，一个人也看不见了，全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他说应该有人出来治治中国知识分子的软骨病。不断听说什么这个要去绝食，那个要去绝食，结果没有一个真干的。还早就听说什么知识界5000人大绝食，哪有这么回事，全是瞎吹。我已经下了决心，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也要去，我下决心要干的事儿，谁劝也没用。等等说了一番，我脑子一热，当即表示赞成。其他的人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吵成了一团。赞成的意见全都是认为可以借这个机会再掀起一个就是民主女神像之后又一个高潮，给学生们打气鼓劲儿。不赞成的意见有2种，一种是担心把事态扩大，弄得不可收拾，万一再把学生又刺激起来当然还有市民了，他们可不会听你指挥。另一种意见正相反，学生绝食搞得全北京筋疲力尽，什么结果也没有，什么好结果也没搞出来。
社会各界对这整个一套什么游行啊、示威啊、喊口号啊、撒传单啊、绝食啊，早都倒了胃口。再来这一套，不但不会有好效果，反倒招人反感，觉得你们是胡闹，莫名其妙，说不定根本不会有任何反响。王军涛也不赞成。我就发言说了，我说没有反响正好，我正希望没有反响。确实，我看事态根本就不会扩大，人们早就腻了。我赞成绝食，完全不是想要弄出个什么结果，掀起什么新高潮。我不主张像学生那样搞无限期的绝食，因为那是下最后通牒，压政府同意他们的条件。我要是去，根本就不提任何条件。我们只是表明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态度，抗议戒严，告诉天下人，知识界的良心还没有泯灭，高压之下还有敢说话的，就这么简单，没别的。在当时的新闻封锁下边，这是表达意见的唯一方式了。把意见表达出来，让天下人知道，就算达到了目的。赞成的人里，乌尔开西最积极，他说他也要去。我马上制止他，我说你快算了吧，你们学生一动起来就没法控制，你们不是动乱也是乱动。他还说要去找刘晓庆来参加，听上去好像和刘晓庆挺有交情。吵了一气，军涛劝我和刘晓波再好好考虑考虑，不要仓促做决定。然后他就又去讨论他那个整顿广场秩序的方案去了。我跟他说，你这方案一点用都没有，快别费心了。除非你王军涛亲自去广场夺权，把指挥权从柴玲、李路那帮人手里夺过来，自己亲自当总指挥，那也许还有点戏。要不然你干脆放手别管了，让他们去吧，反正也没人听你的。最后我说这样吧，给你2天时间，你要是再整顿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就行动了。然后刘晓波又把我拉到旁边的一间空屋子里，他说要跟我商量细节。尽管在会场上我当时头脑一发热赞同过他的意见，但是冷静下来以后，我就非常犹豫了。特别是当他把决定去绝食的真实原因和盘托出之后，我就彻底站到了反对立场上。我现在不能透露他决定去绝食的真实原因，因为太有损他的形象了。我在这可以说说他去的真实原因，你们到时候删掉就好了，不要用。总而言之，我当时听了之后，真觉得一股凉气从我的后背脊梁骨往上升一直升上头顶。当然我是不可能对刘晓波说出我当时的真心话的，于是我只是说你要考虑社会后果。我说我看社会后果无非是2种，一种是我们4个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几个人呢，去了之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反响，那我们不就跟跳梁小丑一样吗？去表演一番，然后把自己弄到监狱里头，不知道要待多久，这不是大傻瓜吗？我当时说至少会判5年徒刑，肯定是我当时是大大的低估了。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就像5月13号王丹他们绝食一样，把大家都煽动起来了，然后呢，控制不了局面。什么是戒严令？举世皆知，但是只有中国人不知。违反戒严令是可以格杀勿论的。我举个例说，1945年盟军占领柏林之后，有一位著名的现代派音乐家，因为违反戒严令出门抽烟，被美国大兵一枪毙命。
我说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不愿意看到，想不出来会有第三种结果。我说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儿？刘晓波说，他做事从来不考虑什么社会后果，他只对他自己负责。这是他当时的一项核心理念，这实际上就是叫做自由至上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刘晓波那对此从来是直言不讳的，而这恰恰是我最不能同意的一点。然后他又讲了一大堆，最后也没能说服我。我劝他把全部可能产生的影响再慎重的考虑一番，再做决定。然后我就回公司上班去了。平时我们四通公司是每星期一开一次高层干部会。从国际饭店会议前后，我前面讲过了，国际饭店是怎么回事。从这次会议之后开始，天天开会。这天的干部会后，万兰又召集了全体职工大会。他让曹思源把57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事儿通报给全体职工。所谓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的话，就是这天说的。曹思源是谁呢？他是我师兄，可是大家永远都把他当成我们的上级。研究生院有集体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开学典礼等等，系里的同学总是问我们，这是你们什么领导？他确实是看上去威风八面，大有领导气派。他一个人就搞成了2项立法，就是破产法和人大旁听制度，所以美国人把他叫做中国破产法之父。可大家不知道，老曹最擅长的并不是这个，他最擅长的是打呼噜。我经常说，他要是参加世界打呼噜比赛，肯定能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毕业以后呢，老曹先是去了，就是我们叫第一神学院，就中央党校，去那教书。后来又调到国家体改委，他在那待了不久就待不住了。这时候呢，首钢的周冠武搞了7个研究所，想请他去主持其中的一个所，待遇非常优厚立刻给他分配一套住房，3室1厅。他就打电话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说我从来就不认为首钢是个什么改革的好样板。我当时主张的是股份制改革，我认为承包制根本是扯淡，治标不治本。然后我说我可以去跟万润南谈一谈，建议他索性在四通搞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让老曹去主持。没想到万润南立刻就接受了我的建议。他在外边开会的时候见过老曹2次，印象非常好。他认为老曹生气勃勃，有干劲儿。我跟老万介绍说，老曹最大的特长，除了打呼噜之外，就是政治分寸感把握的特别准，不多不少，恰好快半拍。这句话就说进老万的心坎里去了，他最欣赏这一手。就这样，老曹就当上了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结果8964以后，老曹的快半拍就快到跟我关到一块儿去了，和我关在同一层楼，最高层4楼，和我隔一间。我西边是包遵信，东边是李鸿林，李鸿林再过去就是老曹。楼下有杨百奎、王鲁湘、刘苏礼等等。据说这个地方前后一共关了好几十位参加动乱的著名知识分子。好，我接着说5月29号晚上9点钟，
刘晓波又给我家里打来电话，说你必须就告诉我去还是不去。我又劝他说你别干这个事儿。他太太陶丽也是哭得死去活来，求他不要去。他就说这事儿我干定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决定要做的事儿，谁劝也没用，哪怕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去，我这事儿也干定了。我一听劝也没用，我就说好吧，这样你1个小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你明确答复。就这1个小时，那我就像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那样 ，to be or not to be， 踌躇不决，想来想去，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做不了这个决定。我甚至还拿了一张四通公司的公文纸，中间折了一道线，去还是不去。那左边呢写去的理由，右边写不去的理由。想来想去，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去，我觉得简直就是发昏。我当时在四通已经管着2个部门了，那再混个半年1年，我多半就升副总裁了。我干嘛要去干这种事儿呢？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最后是由于3个理由，那我决定非去不可，别无选择。第一，刘晓波从认识我不久就到处跟我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你一个最好的朋友，那要去干这么一个掉脑袋的又是正义的事儿，让你陪着去，你能不去吗？我从来就说，我周某人最看重的就是2个字，叫仗义。我没办法不去，不然的话，我整个人格就垮台了，以后我还怎么见人呢？第2个理由是，我觉得我去之后还能影响他。刘晓波这个人从骨子里来说是一个浪漫诗人啊，他到了那种气氛当中啊，我真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他的太太陶丽后来当着我们两个的面，就是第2天晚上，在他们家，他说：“听说你同意去了，我这心放下一半，也就是你的话，刘晓波还能听得进去。”最后的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没有我去的话，他们3个人会一块儿死在里头，非常非常可能就是这样。第3个理由就是，那我就要说一说5月18号的晚上。那天晚上从统战部出来，这个去统战部的那些故事，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几个知识分子在军涛和子明的他们所里派来的车上，一辆面包车中巴，我就跟大家说，斡旋已经以失败告终了，赵紫阳多半是下台了，保守派马上要对广场学生动手，屠刀已经架在学生们的脖子上了，我们知识分子不能再缩在后边袖手旁观，应该和学生们一起站到第一线去。我说，至少我个人是要这么做的。结果我说了之后，居然大家都赞成，还让我写一个书面声明。我就从柯云路的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白纸，我一个字都还没写呢，他们就把名字都签好了。这是多大的信任呢？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诺言呢？现在刘晓波不正是要我和他一起站到第一线去吗？总而言之，去天安门广场绝食这件事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意愿。最后你发现别无选择，不得不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就这么一个逻辑。1个小时之后，是我给刘晓波回的电话，我告诉他说我同意去绝食，他当时乐坏了。我趁势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
必须认认真真的写一份绝食宣言。当时还不知道叫什么名称的，后来叫6·2绝食宣言。一定得是高水准的，一定要系统的把我们的观点立场和政治主张明白无误的宣示天下，说明我们的目的不是去煽动，不是去激化事态，是劝和，并且特别重要的是要借此机会宣传一种没有敌人的新的政治文化。我说，除了抗议戒严、批评知识分子的软骨症之外，至少要再讲这么几个意见：要批判阶级斗争的旧政治思维，要呼吁社会和解，通过协商、对话、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除了要批评政府的错误决策之外，也要对学生和社会各界的错误提出批评。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到那个时候为止，虽然大家私下里对学运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批评意见，但是没有一个人公开的对学生提出批评。然后第二，我提了2个基本口号，一个是我们没有敌人，一个是我们人人都需要反省。第三，我说要规定绝食规则，连糖水都不许喝，必须是货真价实的，绝对不能搞廉价的表演。小波听了之后当即表示同意，我估计当时我无论提什么条件他都会同意。这就是我们后来这个6·2绝食宣言的起因。我还问他说，你还想找谁？他说准备找侯德健。当时他还没想找高鑫呢。我就问为什么找侯德健，他说猴子名气大呀，可以动员群众。我又问侯德健什么态度，他说还没找到呢，他还在香港做他的一个录音带。